好，我必须先承认，这部影片完全不在我的预定计划内。只是当我正在跟部深度解析苦战，想在休息时间追个剧而打开 Netflix 时，《电狱判客：边缘行者》科幻感十足的封面便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过这倒也不是我第一次听说这部动画，早在3个多月前 Cyberpunk 2077官方账号释出首支预告时，就已经知道会由 Netflix 独家推出的消息。当时看到预告还是挺兴奋的，不仅因为自己是个游戏主支线全破过一流的玩家，也是由于这次动画部分是交给曾制作过 Kill la Kill、普罗米亚、星际大战世界的 Trigger 负责，所以尽管故事有待观察，但在画面美学与动作展现力上绝对没话说。Trigger 那标志性的大胆用色和刻意夸张化的热血风格，与 Cyberpunk 2077反乌托邦的颓废世界观，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啊！ 不过中途由于各种强片上映，再加上没有特别关注相关资讯，所以自然也就淡忘了这部作品。说实话，直到点开前，我都还抱持着大概只是游戏衍生剧情的观点，除了想爽看画面之外，并没有太多预设的期待。不过，相信看到影片收图的你们都知道结果如何了吧？《电狱判客：边缘行者》毫无疑问是 Netflix 继奥数和爱死机器人后最棒的原创动画影集。烂番茄100%的媒体评分， 96% 的观众评分， IMDB 8.7 分的高分，甚至带动 Cyberpunk 2077这个已经推出2年之久的游戏，同时在线人数创下新高，还一度成为 Steam 上最多人同时游玩的单机游戏，就可以知道这部动画影集非同寻常的火热程度。但真正让我感到惊喜的是，《电狱判客：边缘行者》不仅完美结合了 CD Projekt Red 和 Trigger 的各自长处，创造出了一部跨越游戏和影视界限的佳作，更为赛博朋克这个历史悠久的科幻类型添加了全新的说故事方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如果你对开头时所提到的 Cyberpunk 2077、CD Projekt Red、赛博朋克等名字十分陌生，甚至对他们和《电狱判客：边缘行者》有什么关系感到疑惑，这里先补充一些相关的资讯，以便大家能更全面认识这部动画的由来。CD Projekt Red 是一间波兰游戏开发商，以下简称 CDPR。旗下最知名的游戏系列是改编自波兰作家安杰萨普科夫斯基奇幻小说《猎魔士》的巫师3部曲。没错，也就是 Netflix 也翻拍过的那个猎魔士。虽然游戏剧情是 CDPR 基于小说的延伸，但其中对于人物的生动描写、剑与魔法世界观的魅力、任务选项的交互影响，以及多到细思极恐的各种细节，也因为游戏中各种吃力不讨好的佛经设计，让玩家们亲切地给 CDPR 取了波兰蠢驴的绰号，以赞赏他们愿意不惜成本追求游戏品质的精神。Cyberpunk 2077则是 CDPR 在2020年发行的最新作品，世界观来自1990年 Mike Pondsmith 所创作的桌游 Cyberpunk 2020。不过这部万众期待的游戏可说是险些砸了波兰蠢驴的招牌啊！那相关的细节就不在此赘述了，好奇的学伴们可以自己搜寻一下。而说起赛博朋克这个控制论和朋克结合而成的科幻故事类型，起源可追溯至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于1968年所撰写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这部小说也在1982年被翻拍成大名鼎鼎的科幻经典电影《银翼杀手》。边境行者的名称正是在向他致敬，但真正奠定了赛博朋克这一文化流派的，则是威廉·吉布森在1984年所撰写的《神经幻术士》。这类型故事回避了早期科幻题材偏向乌托邦式的设计，将世界观转向高科技，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和和平，而是无限放大了人类的欲望与丑恶的未来世界。巨型企业、肢体改造、贫富差距、骇客、人工智慧，皆是赛博朋克中常见的元素。角色们通常不是沉沦于纸醉金迷的染缸中醉心梦死，不然就是被想掌控一切的企业和体制压迫发起反抗。尽管结局通常无法改变腐败的社会，但起身反抗控制的精神，正是赛博朋克充满绝望背后所想传递的精髓。
也就是不论现实有多么糟糕，只要有人还愿意为自由而战，就还有改变的希望与可能。这些特点完整展现在了《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世界，故事围绕夜之城这座犯罪横行、高科技低生活的城市展开，讲述玩家扮演的 V 因为一场偷窃任务的失败，被栽赃为谋杀荒坂公司 CEO 荒坂三郎的杀手。虽然因为脑中的神秘晶片逃过一劫，不过埋藏于晶片中传奇革命家强尼一手的意识也被唤醒。V 必须在人格被强尼一手取代前想办法活下去，并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延伸自赛博朋克2077世界观的电狱叛客边缘行者，不同于游戏为了丰富游玩性和沉浸感，让玩家自由探索夜之城的方式，动画将视角聚焦于高中生大卫马丁尼兹。出身平民的他，不论智力还是才能，都丝毫不输上层阶级的同学们。但这座看似机会无穷的城市，从来都不是普通人的跳板，而是投机者和大企业剥削利益的屠宰场。一般人别说力争上游，想安居乐业都是天方夜谭。因为就算你不去惹麻烦，麻烦也会自己找上你。一趟再平常不过的车程，莫名其妙就被卷入帮派械斗，导致大卫就此和相依为命的母亲天人永隔，甚至就连救护车和医疗费都付不出来。但不幸和意外在夜之城只是家常便饭。为了生存下去，大卫不得已将母亲在工作时偷偷留下，可以激发身体潜能达到加速效果的军用沙德威斯坦植入体内，并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串王子露西和雇佣兵曼恩带领的小队，逐渐从一个懵懂的小菜鸟成长为一位传说级的电狱叛客。对电狱叛客边缘行者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赛博朋克2077已经树立了鲜明世界观和各种细节，让制作时不需要重新构思城市样貌、势力分布和道具等设定，大量游戏玩家也能成为基本的受众。但这点也同样是这部动画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让没有接触过游戏的观众也能无缝接轨地融入其中，同时故事也要足够精彩和符合赛博朋克题材，否则很可能就会让 Trigger 在画面上维持高水准表现，实际的体验却像是为游戏所做的再度宣传。并没有。电狱叛客边缘行者所做的调整十分巧妙，甚至从表面上来看有些难以察觉。他选择将原本就不长的剧情集中在大卫的生活和其他角色的互动上，而不仅是将大卫作为赛博朋克思想的载体。所以就算出身相似，但大卫并不像游戏的主角 B 有着明确对抗荒坂的目标，他所做的行动都是基于生存考量所做的选择。这样的安排不仅能让观众跟随大卫的成长与失去，领略夜之城华美表现下的虚伪和无奈。同时动画组也透过高科技和混乱市容、平民大卫和富有同才、暴力执法和失控犯罪等多处细节，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就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夜之城有如食物链的残酷现实。想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唯一的方式就是变得比其他人还要强，不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亦是如此。然而在一切资源皆被上层精英垄断的社会，铤而走险的身体改造就成了最快的捷径，但代价就是无可救药的陷入癫狂。所以当大卫植入沙德威斯塔的那一刻，他的命运也等同于开启了自我毁灭的倒数计时。但赛博朋克故事看重的从来不是结局如何，而是角色在抗争过程中坚守的人性与至死不渝的信念。如同游戏台词所说的，你要么活得像个无名小卒默默无闻，不然就付出生命一战成名，化身夜城传奇。 Filthy rich legends。这无疑是大卫这个角色最有魅力的地方。尽管最初的他并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不断背负他人的梦想。无论是母亲所说的爬上荒坂塔顶端，曼恩对他成为顶尖电狱叛客的期待，还是答应带露西登上月球的约定，他都不惜以改造身体的方式让自己铭记于心。尽管这样的人生令人不舍与短暂，但能实现重要之人的愿望，看到他们脸上真诚的笑容，这不也是种在无情现实中把握幸福的目标吗？不仅大卫如此，
深爱大卫不愿见他牺牲的露西，钟情于大卫并支持他到最后的雷贝卡，可靠的团队领袖曼恩，也都在自己的人性渴望和残酷现实间挣扎着，试着在生死一瞬的浮世中定义自己的价值。虽然《电狱判客：边缘行者》的剧情大多时候还是严肃为主，但极具观赏性的夸张艺术风格满足了观众对娱乐的渴望。同时，层层叠加的剧情发展与节奏把控，也不至于让画面的夸张程度失焦。两者结合在夜之城这个凡事都有可能发生的舞台上，缔造出了今年度最令人难忘的视听体验。再加上 Trigger 利用环境光源位置转换、冷暖色调的氛围塑造，以及各种数字故障特效，细节处理上刻意保留的真实感，让人对赛博朋克冷酷世界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不禁对其中炫酷的科技与充满未知的可能产生无限的遐想。搭配上那堪称完美的配乐与毫不掩饰的暴力美学，在金石阳之、大冢雅彦、吉成耀等多位大师成熟的功力和人设把控下，都让《电狱判客：边缘行者》在如今赛博朋克概念已非新颖的年代，打破了偏向思考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叙事模式，以更贴近观众的情感角度切入，令人在感性上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对没玩过游戏的观众来说，这是你最好进入这个充满魅力世界的门票；而对玩过游戏的玩家而言，影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游戏的遗憾。同时，丰富的游戏彩蛋也会让你梦回游玩时的美好记忆。说到这，就不禁要再提一下，由于《电狱判客：边缘行者》的优秀表现，导致网络上不少言论都觉得是 CDPR 搞砸了游戏后，想用动画来加分。但其实这个项目早在2018年就开始了，故事的部分主要还是由 CDPR 负责， Trigger 则是给予了许多比较适合动画的修改建议。Rebecca 这个角色就是 Trigger 坚持留下的，所以表面上看似是 Trigger 克服了过去剧情太过理想与夸张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家公司结合了各自长处后的合作成果。当然就剧情上来说，动画可以说是完全吊打游戏啦。不过如果觉得 CDPR 当初把大卫的故事直接做成游戏会更好，我个人还是抱持着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的看法，至少在游戏性和自由度上就会是很大的问题。毕竟我们应该都无法想象玩家注定会神机错乱的开放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吧。只能说《电狱判客：边缘行者》确实让观众感受到了 Cyberpunk 2077这个 IP 的无穷魅力和潜力，也期望 CDPR 能在未来推出更多更好的更新内容。那剩下的就不多说啦，让我们一起穿上外套，去莱森喝杯大卫马丁尼兹，举起 Rebecca 的狂胆，去干死亚当瑟古那个废物吧！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影片，也别忘了点选右上角资讯栏去看看我们之前所做过的其他影片。最后就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露西还是 Rebecca？ 至于我嘛，我全都要。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